Hello， 兄弟们，我是有风，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来教大家来做一个网址导航站啊，就像有风做好的这个网址导航站。网址导航站的话，它的形式的话非常的多样，有各种各样样式的。但是今天有风会教大家怎么样用我们的 WordPress 程序来直接搭建一个网址导航站啊，非常简单。你不需要懂代码，就可以搭建出一个像这些比较专业的一个网址导航站。我们先随便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做的网址导航站大概长什么样。这个的话就也是一个网址导航站，它是用 WordPress 搭建的。那这里有一个网址导航站，它也是用 WordPress 搭建的，非常简单。大家不要以为做这样的网址导航站会很难啊，其实很简单。这个网址导航站的话，你不仅可以显示你的网址，那里面的话你还可以放一些资讯。那左边的话，你可以点击一下，它会跳转到对应的一个板块。啊，对应的板块的话，里面就有对应的一个网址。那就像有风这个网址导航站，比如左边你点击 YouTube 工具，它会跳转到关于油管的一些网站网址。点击这个跨境电商，它会跳转到跨境电商的一些网站网址。点击 AI 视频工具，它会跳转到对应的这个板块。那这些链接的话都是我们手动添加的。今天有风就会来教大家怎么样做这样一个专业的网址导航站。在做我们的网址导航站之前的话，首先我们需要一个主机，需要一个域名。主机的话，它可以存放我们网站的所有信息，我们网站里面的图片，还有我们网站里面的一些文字信息，它都需要存储。那这个存储的地方就可以叫做虚拟服务器。我网站的域名的话，就像有风这个首页 AI 有风.com， 这个就是一个域名。测试了市面上非常多的一个虚拟主机啊，虚拟服务器。那最终的话，我选择了，也就是我自己在用的一个虚拟主机，叫做 Hostinger， 支持我们中文。那你买一个服务器，里面可以存放100个网站。如果你进来的话，看到的不是像有风这样的中文界面，你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面的话可以切换每个国家的语言。大家的话直接点击右下角，把它切换成中文就可以了。它里面的话有中文的客服，你有任何不懂的话都可以问他。国外的一个服务器，国外的虚拟主机，它比我们国内的话好处就是，一般在我们国内，你一个服务器只能放一个网站，而且的话限制非常多。这个网址导航站的话，你只针对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的话，那大家可以购买阿里云的一个主机。阿里云主机的话也非常的便宜，在我们国内的话用的比较多。如果说你的网站一定要备案，那大家的话就可以买阿里云主机。如果你的网站不需要备案，那你们可以买国外的 Hostinger 主机。根据大家的需求来，相关链接的话，有风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到时候可以去打开来看一下。今天的话，有风就有 Hostinger 为例，来为大家快速来演示一下。进入 Hostinger 购买主机的时候，我们第一步可以点击左边这里有个现在开始。Hostinger 的话，它提供了一个30天退款保证。如果你有任何不满意的话，到时候都可以申请一个退款。我们点击左边这个现在开始。Hostinger 的话，它一共提供了3个套餐。它对应的价格的话都是差不多20多块钱一个月，非常的便宜。像阿里云上面的话，它有比如说99一年、1991年它的配置可能会不一样，配置不一样，就跟你的电脑一样，电脑的配置不一样，速度不一样，它的价格的话都会有所不同。我建议大家的话选择 Hostinger 中间这个 Business 商务套餐，它的价格的话是28.99每个月，里面可以放100个网站，可以存储200GB 的一个空间。它有免费的域名。什么叫免费的域名？就是你购买它1年的一个主机，它会赠送你第1年的域名使用权。第1年的域名你不用给钱，第2年的话你才需要给域名的钱。第2年域名续费的价格的话，应该也就70、80、90块钱。根据不同的域名价格会有所不同。普通的域名的话，一般就是90块钱一个月，70、80、90一年。这个的话，中间这个套餐它提供了一个每日备份因为做网站的话，我们备份非常的重要。万一哪天你的网站遇到技术问题，万一哪天被黑客攻击，这个的话它提供了一个每日的备份，你可以一键点一下它可以把网站恢复到你指定的一个日期如果说你买第一个有21.9块你买第一个套餐的话，它提供的是每周的备份。每周备份的话，可能如果说你的网站有问题，那你要恢复的话，那可能你这1个星期做的全部都白费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选择中间这个套餐。中间套餐的话，它还提供了一个免费的 CDN，
免费 CDN 的话有一个好处，比如说你的网站是针对国外的一个客户，那国外他在，比如说这个访客他在英国。那 Hostinger 这个 CDN 的话，它就会从英国的话调取你的数据，在英国的朋友访问你的速度就会更快。在澳大利亚，它就会从澳大利亚调取数据，所以说这个 CDN 还是非常的有用。选好以后的话，它还提供了一个无限制的免费的 SSL。SSL 有什么呀？就是一个网站的一个加密传输。那你的网站的话，所有信息都通过加密的方式发送出去，这样的话会更安全一些。那我们选择中间这个套餐，我们选择它。选择好套餐以后，接下来我们要选择我们需要购买多长时间。网站的话，一般的话都是要做按年来计算，你不可能说做一个网站，我制作2个月，制作3个月。那做网站的话是需要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那你做的越久，你的网站权重越高，你获取的免费流量也就越多。Hostinger 它提供了48个月、24个月、12个月，还有1个月。那你买的越久的话，后面的话买的越久，那你后面的话就越便宜。因为你刚开始，比如说是29一个月、23一个月，那你到时候续费的时候，你看续费价格不一样，续费它就会贵一点。所以说建议大家前期的话购买长一点，后面续费的话就稍微便宜一点。那如果说你买24个月，后面的续费价格是71，买12个月后面的续费是85你买的越久，那后面的续费价格的话就更便宜。那是一个持久战，那一定要有耐心。我们继续往下面拉，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账号没有账号的话，你可以点击右边注册一个，或者说你直接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就可以了。付款方式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用支付宝直接付款，或者说你用你的一个国内的一个银行卡银联卡的可以付款。即使你没有信用卡，也用普通的一个借记卡也是可以付款非常方便。这里的话，比如说我们选择支付宝付款。支付宝付款右边的话可以填入你的一些真实信息，因为到时候购买这个域名的话会绑定你的身份，那这个真实信息的话建议大家真实的填写。这里有个折扣，你通过有风视频下方的链接你可以另外获得20%的一个优惠。那大家只要点击我下面的链接进去购买的话，就可以获得这个20%的优惠。然后4年的价格的话才1113，1113我们来除以一下48个月，相当于的话每个月的话才23块钱，非常的便宜。我们再来乘以一个12，1年的话也在278块钱做一个网站1年的话才花200多块钱，这个价格的话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1年的话你一天随便抽2包烟，可能有时候都不止这个价格。全部选好以后，点击一个提交安全付款，扫码用支付宝扫码付款就可以了。这个就是 Hostinger 的后台。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网站，点击右边这里有个增加新的网站。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向我们的网站里面安装我们这 WordPress 程序。我们今天要搭建的这个网址导航站的话，它是基于我们 WordPress 搭建的。基于 WordPress 搭建有一个好处，就它里面可扩展性非常强。因为 WordPress 的话，它有非常多专业的插件。有了这些插件的话，会让你一个简单的网站变得更加的丰富，功能的话也会更加的多。这个的话，如果说你在制作 WordPress 网站有任何技术问题，你在网上一般去搜索，一般都找得到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全世界有70%-80%的网站都是基于 WordPress 这种程序搭建的。那你不需要会代码，你也不需要懂技术，那这个程序的话，它可以直接帮我们搭建好一个网站。这里的话，我们选择 WordPress 进行一个网站程序的安装。这里的话可以第一步选择你的 WordPress， 也就是你网站管理后台的一个语言。这里我们选择中文，选英文，选全世界主流语言都没有问题。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登录你这个网站的一个邮箱，还有下面输入管理员的密码。邮箱和密码非常重要。以后我们进入我们的后台，一定要用邮箱和密码登录密码的要求的话也很严格，大家需要认真的填写。填好以后点击下一个。这里的话选择我们的网站 date， 选择网站的类型，这里我们选择博客，再点下一个。然后这里的话它会给我们推荐一些模板，因为今天我们用不到这些模板，我们都不需要，你可以随便选一个，反正这上面无所谓。我们等一下的话都会更改它里面的模板。当然这里面还有主题，它里面也还有很多主题大家都可以随便选。比如说我在主题里面随便选一个我选这个选好以后的话，直接再点击下一步。
啊，这个地方你随便你选哪一个都无所谓，因为等一下我们有空会教大家安装另一个专业的网址导航的一个模板。这里面所有这些程序我们都不需要，因为我们需要我们网站的话少一些插件，它的速度的话会更快。都不需要的话，我们直接点击这里跳过就可以了。再点下一步，这里的话用是否用 AI 生成内容，我们这里暂时不需要，我们点击跳过。这个地方的话，就选择你的域名。如果说你是第一次购买的话，你可以在这里搜索一下，选择一个域名。那如果你购买1年的话，这里的话可以免费申领一个域名。那你可以在直接里面选一个。那第1年的话，它不会收钱。那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好，你可以选择它，选好以后点下一步就可以了。因为有风的话，之前已经免费申领的一个域名，那我直接选择我之前的域名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你的域名还没有想好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点击右下角使用临时域名先搭建一个，等你的网站做好以后，到时候你的域名也想好了，到时候重新连接到你的域名上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点击下一步，这个时候 WordPress 的话，这个时候 Hostinger 就会把 WordPress 这个程序的话安装到我们的网站里面，那我们不需要写代码。我们也不需要懂任何技术，你只需要跟着有风的步骤，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那这里的话，安装这个程序可能需要2到3分钟左右，大家需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安装好以后，它会跳回到我们的 Hostinger 后台。好，我们的网站的话已经装好了，装好以后的话，它会直接跳转到我们的 Hostinger 后台。那你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网站，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安装好的网站的话，它会显示到这里。如果说你还想安装下一个网站，你可以点击这里增加网站，同时的话还是选择 WordPress， 那你可以安装100个网站在你的服务器里面都没有问题。前期的话，大家可以多来测试一下，多来安装一下。如果这个网站你不需要，点击右边这3个点把它删掉就可以了。删掉以后又可以来重新建，大家可以前期可以多来练习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管理面板，它会跳转到我们的网站后台里面去。我们也可以点一下这个箭头，它会跳转到我们的网站首页，这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搭建好的网站。现在我们网站的话是一片空白，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关系，等一下有风会一步一步教大家怎么样把网站搭建成类似于像有风这样的一个网站的形式。这里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进入我们的网站的一个后台了。如果说你想从首页进入你的后台也可以，那我们打一个斜杠，输入一个 WP-ADMIN， 按一下回车。这里的话会显示一个登录的后台地址。那第一个地方的话就填入你刚刚注册的时候填的邮箱，下面输入密码，点击下登录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可以登录进入我们的 WordPress 的后台。现在的话，我们整个网站的话基础设置已经做好了。如果说你第一次进来，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显示选项。如果说你默认的话，可能会进入 Hostinger。你可能进来的时候看到的是 Hostinger 这样一个页面，没有关系，你点击左边这里有一个仪表盘，点一下这个仪表盘，这个的话是 WordPress 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后台。我们点击显示选项，你可以把这些勾的话全部都给去掉，让我们后台的话看起来的话更简洁，再把它收上去就可以了。左边这里有文章，文章的话就以后我们的网站所有的文章的话，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写文章就可以了。那我们可以把里面不需要的文章勾上，把它删除掉就可以了。删除好以后，它会在回收站。回收站的话，你还需要再把它选中，这里点击一个永久删除。而我们网站里面不需要的东西的话，就尽量的把它全部都给删除掉。这样的话，可以加快我们的网站的访问速度。下面的话有一个页面，在页面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新建一些我们比较固定的页面，比如说联系我们、关于我们等等，这些页面的话比较固定。下面这里有个插件，我们点到这个插件里面来。插件的话，就像我们手机里面的 APP， 有了这些插件的帮助，它可以大大增强我们的网站的功能。那里面的插件很多，我们先把它全部选中，然后这里批量操作，我们点击一下禁用应用一下，我们再把不需要的插件的话全部删掉。为什么要全部删掉？因为如果说你的网站插件安装的越多，它会影响你的网站的一个访问速度。我们这里全选，我们只把这个最后一个。就是一个 Lightspeed Cache 这个是一个缓存插件，它有什么用呢？它可以加快我们的网站的访问速度。我们把这个留下，那其他的话全部给删除掉。勾选好以后，上面有个删除点击应用 ，OK， 那就可以把这些不要的插件的话通通删除掉。最后这个
缓存插件的话，我们现在先不启用，等我们的网站做好以后，我们再启用它。因为如果你现在启用的话，等下你的网站有些信息它不会实时显示啊。现在我们先不管它。这里有个外观外观的话就来到我们的网站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选择我们的网站的一个模板。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就是那模板的话。我们要做一个专业的一个网址导航站，在中文领域的话，这种网址导航站的一个可选择性的一个模板还是不多，但是做的也比较好的一个的话，它的名字叫做一维模板。这个是它的首页，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这个模板的话，我们就往下面拉到这里有个导航我们需要今天用到的模板就是它，我们点击一下它。这个模板的话，价格的话，它目前是399，它是我们国内的一个团队做的建议大家的话支持正版支持我们国内的这些搞技术的一些小伙伴。它这个模板做出来网站，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主题演示，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当你的网站最终能做成什么效果大概的话就是像它这样一个网站的一个展示。那最顶部的话会有一个我们的搜索框，那里面的话你可以自定义搜索。最顶部的话有比如说关于我们有排行榜、今日热点右上角的话可以搜索，这里的话还用户的话可以进行登录，这里的话还有一个立即入驻。如果说当你的网址导航站做大做强以后，可能有一些网站想加入你的网址导航站，这个时候他们可以这时候就是你挣钱的机会，你可以让他们付费付费以后的话，你才能收录他们的网站这个是挣钱的一种方式。下面的话有一些，比如说时事新闻这个东西你不要也可以。在下面的话就是不同的一个导航的一个分类，这些的话都可以设置。右边的话这里还可以插播一些广告。当然有人点击你的广告以后的话，你可以申请加入，比如说 Google 广告，每点击一次你可以挣多少钱。或者说如果当你的网站做大做强以后的话，你可以按付费，比如说这个广告为1个月1000，一个月2000来进行一个计算。最底部的话，这里友情链接你可以来加，也可以不加。最后的话就是一些关于我们的广告合作声明，还有你整个网站的介绍。而左边的话就像有风刚才做的这个网站，我的顶部的话还有我最近发布的一些文章，左边的话有一些我网址导航，你点一下它会跳转到对应的一个页面。这个网址导航站的话非常的好，他们已经优化的非常好了，而且它是针对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的话肯定进行了优化，根据我们的习惯优化了一下这个网址导航站。然后它这个399的话只能授权1个域名，相当于只能说你399买了它这个程序以后只能用到1个网站上面来。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点击这边那个 QQ， 你可以联系他们客服有任何技术问题的话他们都可以帮你解决。也就是说当你以后遇到有任何你搞不定的或者有问题的，都可以联系他们，他们都可以来帮你处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击立即购买，我们来购买一下它这个购买主题。你可以用你的微信付款，也可以用你的支付宝付款。我选择我用微信扫码付款上面支付成功，点击 OK。这里的话你可以填入你的 QQ 号，你的 QQ 号的话就是方便以后你进行一个联系。授权的网址，我们填上我们的授权的网址，比如说我们要授权哪个网址 ，QQ 号一定要正确填写，以后他才知道你哪个 QQ 号买了它的一个主题服务及授权确定授权，授权以后30天以内是不能进行更改的。问题可以点击这个帮助中心，你可以联系他们的客服。我们先点击这边下载，先把这个主题下载下来，下载这个正式版就可以了。右上角我已经下载成功，下载成功以后我来到我的网站的一个后台，左下角的这个外观，外观的话上面有个新增主题我这里的话就可以把我的主题的话上传进来，把我刚才下载好主题，然后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拖进来后，然后这里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安装后点击一下启用，这个时候的话，我的主题的话已经安装成功。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现在需要授权，点击这个立即授权，点了立即授权以后，把我们刚才的激活码的话复制过来，我回到我的一维的后台，然后把我这个激活码的话复制过来，然后的话粘贴到这个地方，点击一键授权，已经授权成功，这里叫你请刷新。现在的话我这个已经授权成功了。好，接下来我们拉到最底部，这里有个设置，我们点一下，
设置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固定链接，我们一定要把固定链接的结构改成这个，比如说固定的形式，我们选择这个文章名我选了以后点击左下角这个保存即使你这个显示的是文章名，那我们也要点一下左下这个保存一下，点击一下文章名，点一下左下角这个保存。接下来的话，有风就来教大家怎么样来装修，怎么样来增加我们的网址。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看到左边的话，你可能有点懵。我们点击这里有个主题设置，在这个主题设置里面的话，可以对我们整个网站的话进行一个设计。那首先的话，我教大家的话，先来增加一些网址。我们怎么样来增加网址？先给我们的网址分一个类。我们点击这个网址分类。网址分类的话，左边的话，你可以给你的网站网址取个名，比如说有风这个叫做 AI 视频工具，那你复制一下它你可以拉到最底部，这里点击一个增加新的网址目录就可以了。增加好以后呢，它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右边，我们就可以点击左边这里有一个增加网址。增加网址，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增加网址。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网址的一个名字。假如说我们要把 Google 这个网址的话加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我们复制一下这个链接。然后在上面的话，我们可以来搜索，比如说标题就叫 Google。中间的话，你可以对这个网站的话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如果说这个简单介绍你懒得自己写，可以ChatGPT 交给 AI 来帮我们写一下。那我给 GPT 提示词是帮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Google 这个网站。那你把这个网站的名字的话，可以改成任何网站，或者说你也可以这样，你直接把这个网址粘贴进来，你问他这个网站是做什么的，同样发送给他 GPT 的话，它也会根据我们上面的内容直接帮我们生成对应的内容。如果它生成的是一个英文，你可以叫它用中文写。有风用的 GPT 的版本的话是 GPT 会员版，GPT 会员版的话，它有时候它就可以访问这个网站。如果说你不是 GPT 会员的话，那你可以直接问他，比如说雅虎是一个什么网站，它也可以。GPT 会员的话，它有个好处，就可以直接访问我们网站里面的内容。怎么样从 GPT 的免费版升级到 GPT 的一个付费的一个会员？有风之前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教程，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升级 GPT 的一个会员。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当它帮我们生成好这个 Google 以后，这个简单介绍以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一下它，粘贴过来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 Google 的一个网站的一个介绍。我们继续往下面拉，这里有一个直接跳转，这个要不要直接跳转要不要直接跳转？这里选择把它打开。当我们有人点了我们这个链接以后，比如说点了这个剪映的链接以后它会直接跳转到对应的一个网站。来看它直接就跳转到剪映里面了。下面的话就是填上，比如说我们的 Google 的链接，我们复制一下 Google 顶部的一个链接，然后粘贴到这个地方来。如果说这个网站有多个链接的话，你还可以增加一个备用链接，那也是可以的。没有的话就点击右边这个把它删掉。下面的话可以来一句话描述一下这个 Google 网站，比如说最大的，比如说我叫它最大的搜索引擎网站这句话它会显示到哪里来？当我们鼠标你看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我们这个一句话的描述。比如说剪映剪映英文版，比如说 InVideo AI， 我给它一个介绍是在线 AI 视频生成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再往下面来，这个站点语言，但是这个地方填的话，你不能直接填中文英文，你需要填一下它的缩写。缩写是什么？这里有个各国语言缩写参考，那大家可以点进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国家的话，你看它这里面都有一个对应的一个比如说瑞典就是 SV 这里面的话已经非常详细了，你可以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那我这个我一般都没填，就不用管它站点所在的国家地区，那你觉得需要你就可以填，不需要就先不用填。这个排序的话，你可以来设置一下。如果说你里面有很多像有风这样有很多网址在里面，你希望它排在第几位，那这里的话你可以直接输入一下。当然的话，等一下有风也会教大家怎么样直接进行一下拖动，进行变换位置也可以了。那这里的话你就不用管它。这里需要填入一下它的一个 logo。那 logo 的话，你可以直接在 Google 搜，比如说我就刚才增加是 Google logo， 好，搜索一下，
然后中间这里我们选择图片了。我们把 Google 的 logo 的话给下载下来，比如说我选择第二个，我点击右键，我把它这个 logo 下载下来就可以了。比如说我觉得这个 logo 可以，点一下它，点击右键，我们先把这个图片的话存下来。好 ，logo 存下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这个网站，这里点击一个上传，点击上传文件，把我们刚才的，我们这里的话直接把它拖进来就可以了。啊，点击选择啊，这样的 logo 的话就传进来了。这个网站的预览图，那你需不需要啊？如果你需要的话，那你可以把这个网站的截个图啊，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按住键盘上的 Windows 键加 Shift 键再加 S 键，那么可以把这个图先截下来。那你觉得有必要的话，你可以把它的网站一个截图截下来。截下来以后，一样的点击这上传，把它传进来了。那有风的话，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那我就没有这样做。这里有个侧边栏布局，那你那我选择跟随主题就可以了。这里有个网址分类，因为这个比如说 Google 属于哪个网址分类啊？你如果说这里面你还没有想好网址分类，你可以点击一下这个增加一个新的网址分类，然后取个名就可以了。那网站的标签，比如说你可以，比如说改一下搜索引擎，好，点击一个添加就可以了。再往下面拉。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才发布的这篇文章，它默认有多少？比如说默认我让它999，还有点赞量点了100，下载量这个就不用管它。然后的话，这下面的话都可以自定义设置全部弄好以后点击一下发布就可以了。比如说我把它归类到我的一个，比如说我新建了一个分类叫搜索引擎，我把它增加进来以后，你看搜索引擎这个目录就已经增加好了。增加好以后的话，我现在的话再来更新一下。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查看文章，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刚才做好的一个。我们点开进来，大概大家的话会看到这个样子。这边左边，比如说我们这里设好的100个点赞，999次浏览，那可以就是这个样子。大家点击这个，比如说连接直达，它会直接跳转到 Google。现在的话，我们来打开我们的首页，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可能在好奇我们刚才增加的内容在哪个地方大家不要着急，跟着我来进一步来操作一下。我们往这面拉之后，左边这里有个外观这里有个菜单，我们点击一下这个菜单。点到菜单以后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菜单结构，这是有风之前已经建好的。如果你还没有，那你可以直接这里创建一个就可以了。你在上面的话可以写上你的一个菜单的名字，点击下面的话增加保存菜单就可以了。最底部的话，这里一定要把这个勾上，特栏主菜单，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勾起来。勾起来以后，左边我们选择我们刚才一个网址分类目录，我们点开，把我们刚才已经新建好的一个，点击这里有个查看所有，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新增的一个目录就是一个搜索引擎，我们点一下这个搜索引擎，然后点击增加到菜单，然后它会显示到我们这个右边来。我们可以挪动它的位置，你可以怎么挪都可以，那移动到上面，移动到下面都没有问题。比如说我把它移到最顶部，全部设好以后，再点击一个保存菜单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打开我们的首页，再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是搜索引擎它已经出现了？比如说 Google，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它会跳转到我们的 Google 首页。那我们再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们再来一次，点击左边这个网址，这里增加网址。比如说这次的话，我们把新浪网加进来新浪网我们再叫 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关于新浪网的一个介绍。新浪网它这里就在帮我们写写好了以后，等一下我们是一样的，把它复制过去就可以了。我们比如说它写好了，我们随便复制一段吧。复制好以后的话，同样的话粘贴到这里面来。这个新浪网的网址是新浪.cn，我们复制一下它，把我们的链接的话加到这个地方。这里一句话简单介绍一下。如果说你自己懒得写，我可以复制一下这个提示词来到 GPT。那我告诉他，我说一句话描述简介，叫 AI 的话来帮我们写一下。新浪网是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之一，复制一下它。我只要后面这一节，比如说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之一，复制一下，粘贴到这个地方来。下面的话，这个 logo 一样的，我们打开 Google， 我们来搜索一下新浪网 logo。好 ，OK， 我们点击顶部这里有个图片，那我们来随便存一张吧，比如说这张点击右键。
我们把它那个图片的话存下来。你最好单独建一个文件夹，就是专门来存放这些 logo 的。比如说我这里保存为新浪，回到后台点击这里上传，把我们刚才的 logo 传进来，新浪的 logo 直接拖进来也可以，直接往里面一拖，点击一个选择。好的，右边的话，因为我们新浪网可能属于一个门户网站，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新的网址分类，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比如说这叫门户网站。OK， 点击一个增加分类。它会这里自动加进来了。再往下面拉这里下面的话，这个的话你可以比如浏览量，你可以先不填吧，这里随便无所谓，全部填好以后的话，再点击一个发布。好，这个发布好以后接下来跟刚才一样，我们需要点到左边这里有个设置，我们需要点到刚才这样外观，外观的话这里有个菜单，我们在菜单里面来设置一下。同样是来到这里面往下面拉如果说你没有看到下面这个分类目录，还有网址分类目录这些菜单的话，你可以拉到最顶部，这里有个显示选项，那你可以把它的话选出来，比如说这个网址分类目录，把它勾上如果说你在下面没有看到的话，然后再搜上去就可以了。这里网址分类目录已经有了，还有点击这里查看所有，找到我们刚才的门户网站，添加至菜单，你可以比如说我同样把它拖上来，拖到我们最顶部，拖到这个搜索引擎的上面，点击一下这个保存菜单。同样我们打开我们的首页，我们来刷新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新建的门户网站，比如说新浪网，它已经出现了这个位置的话，我们这个新浪网的话已经添加成功了。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把你要做的网址导航站先给他们进行一下分类，分类好以后，左边的你先给他们排序排好。接下来有空再来教大家怎么样，比如说我这个网这里面这些网址的话，怎么样给它进行一个排序。在排序之前的话，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一个主题设置，点一下主题设置。那我们来主题设置，一步一步来教大家来设置一下。首先我们点击这个图标设置。图标设置的话，比如说你的一个网站的一个 logo， 你的一个网站的 logo 形式 ，logo 的话你需要设几种，比如说你的 logo 在它这个主题暗色调的时候显示什么样什么样子，在亮色主题的时候怎么显示。越暗色的话就相当于是黑色，黑色的话你这个字的话就需要白色，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我 logo 后面其实是白色，因为它是透明的，所以说大家看不清楚。然后亮色的话就是背景是白色的时候，我前面就是黑色；暗色就是背景是黑色的话，我的文字就是白色。这个 logo 的话，大家可以制作一下。你还需要这种方形的一个 logo， 你还需要2个，还有你的一个图标都可以来弄，都可以来设置一下。如果说你的网站还没有 logo 的话，我们可以交给 AI。来帮我们生成一下，有风用到最多的一个 AI 图片生成工具就是 Leonardo AI。那我来教大家怎么样生成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 logo。比如说我们做的是一个金融类的一个网址导航，做的是财经类的一个网址导航，那我们需要一个 logo， 那我们来设置一下。比如说关于什么财经网站，还有比如说证券机构、基金公司银行理财，比如说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网址导航站，国内的大家就不要做了，你可以收集一些比如说国外的一些财经网站，那做成一个网站来给大家看是可以的。因为国内的像这种已经竞争有点大了，我这里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我来到 GPT， 那我需要给 GPT 的一段提示词。我给 GPT 提示词是这样子的。你现在扮演一名 AI 图片提示词大师。我准备做一个关于金融类的一个网址导航。现在准备做一个 logo。请你帮我生成几段不一样的一个提示词。GPT 的话会帮我生成，比如说现代简约风格、高科技风格、经典风格。如果说你是 GPT 的一个会员，那你可以直接叫他帮你生成出对应的一个图片。我现在告诉他，我说你能直接生成出对应的图片吗？你看，如果说你是 GPT 的会员的话，它可以直接生成出对应的图片。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它帮我生成了类似这样的一个关于金融类的一个 logo。如果说你对它上面生成的不满意，那你可以比如说我 copy 一下这个代码，我们来到 Leonardo AI。Leonardo AI 的话也是一个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我们粘贴到这里面来。
比例的话，我们要选择这个正方形，我们选择一个1:1。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你的一个 logo 的一个模型。里面很多模型，大家的话可以多去尝试一下。比如说我选择了一个，是吧？我随便选一个吧，我点击一下生成，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效果。这边的话，我可以多选几个模型。这边呢，比如说我还可以选择一个创意，点击生成，大家可以多来试一下。没准的话，有时候你试着，它还可以帮你生成出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我随便我点了几次，我先来看一下。这个的话是刚才 GPT Leonardo AI 帮我们生成的一个 logo。如果说这次生成不满意，那我们再来复制下一段。比如说我再来一个经典的金融风格，这个我复制一下，然后我们粘贴到这个地方来。这个 logo 的话有点酷炫，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可以直接把这个下载下来，直接点击一下它。如果是你是 Leonardo 的一个会员的话，你直接这里可以下载它的。你可以直接叫它把这个背景的话给去掉。比如说我点击一下这个去除背景，因为等一下我们 logo 的话可能不需要这个背景，我只需要前面这一部分。这个 logo 的尺寸，你看它这里有要求，比如说高度80，长的话是360。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比如说打开一个 Canva， 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 logo。打开 Canva 以后，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自定义，这里点一下它。宽度的话360，高度的话80，这里点击一个创建。刚才的话 Leonardo AI 已经帮我背景去掉了，那我们直接点击左边，这里选择这个没有背景的就可以了。它这个 logo 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样。那我点击这个 download， 把我这个 logo 下载下来。如果说你没有 Leonardo AI 的一个会员的话，你可以用另外的一个工具，比如说 remove.bj， 它也可以直接帮你去背景，没有问题。这个网站的话可以免费使用。你下载下来后，把照片上传到这里面来，用这个网站来去背景。好，然后打 Canva 的话，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上传，把我们刚才的 logo 的话传进来，然后点击一下它，logo 的话会加进来。比如说我们左边放上我们的一个 logo 的照片 ，OK。然后右边的话，你可以打上你的文字，比如说我这个叫 AI 有风国外网址赚钱工具导航，这是我的一个网站，这是我的一个名字。那右边的话，你们可以自己来打，根据你们自己的实际情况。那如果说你名字还没有想好的话，你可以叫 GPT 帮你想一些名字。我给 GPT 提示是这样子的。帮我想10个网站的名字关于金融类的一个网址导航站。GPT 的话，它会帮我们想一些。那我可以改成，比如说叫财富导航站。再来到这边，左边这里有文本，文本我们点击第一个增加文本，把我们的字的话粘贴进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个的话稍微拉大一点点，稍微拉大一点，这样的话就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2个版本。那为什么要做2个版本？因为我们这个网站它有时候它会根据我们的时间，比如说晚上的时候，那你这个网站的背景可能会变成黑色，这个时候黑色的话，那你的 logo 的话可能就需要白色的底。白天的话，你看因为我整个网站是白色，那我的 logo 就需要黑色，所以说它这里也要求的话，我们有一个暗色 logo 和一个亮色 logo。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加号，复制一下它。这次的话，我们把我们这个字的颜色改成一个白色就可以了。左边点击加号，拉到最顶部是白色就可以了。这时候你可能看不清，没有关系，但是这里是有字的。做好以后点击右边这个分享，这里点击下载。格式的话一定要选择 PNG， 这里的话我们改成一个透明背景，这个一定要勾上，你不勾上的话，它后面会有背景的。如果说这个功能你用不了的话，因为这个功能需要 Canva 的会员才可以用，你没有 Canva 的会员，你可以去淘宝搜，比如说 Canva 的一个会员，那很便宜，几块钱可以买一个，或者说你可以用这个 remove.bj， 那它也可以帮你去背景。那只要方法的话很多我们这里因为我是会员，我直接点击下载就可以了。下载下来以后的话，如果你下载多张，它会是一个压缩文件，那你把它解压出来就可以了。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回到这个页面，点击右边这个上传，点击右边这个上传，把我们刚才制作好的 logo 的话传进来就可以了。那第一个的话是需要一个暗色的一个 logo， 需要我们文字是白色的，那我把文字是白色的一个传进来。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亮色，亮色的话就是需要我们文字是黑色的，同样我把文字是黑色的传进来。
下面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个暗色的一个方形的话，它的尺寸是80×80。我们同样可以用 Canva 的来帮我们做。我来到 Canva 首页，点击自定义尺寸，这次我们改成一个80×80，大家点击一个创建。我们要做的还是刚才一样，把我们刚才点击左边这里的上传，把我们刚才这个图片的传进来。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拉大一点。这个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打字了，只需要我们的一个 logo 的一张照片就可以了。点击右上角这个分享，这里点击一个下载。这次的话一样的，把这个需要把背景的话变成一个透明图，这个一定要勾上，点击一个下载。下载好以后的话，我们这边点击这里上传，把我们这里点击上传文件，把我们刚才的 logo 的话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点击选择。下面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这里的话我们用一种就可以了。这几个都可以完全用一模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的网站的一个图标，网站图标的话，它会显示的。你看我们网站最顶上这里有个小标，油管的话，它也有它这个图标，最顶部这里有个小标，点一下。同样的，这里的这个选择一下，最底部这里有个小标，也是我们把它全部来传一下。全部设置好以后的话，大家一定点击一下，这里有个保存配置。保存以后，我们来到我们的首页，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来到我们首页，大家可以看到，那我们刚才设的一个 logo 的话，它已经没有问题了。那在这个网站，你看最顶上这里有个小标，它也帮我们设置好了。如果说你想看一下你这个网址导航站在手机上显示什么样的效果，那我们可以点击右键，往下面拉，这里有个监测，我们点击一下它。点了监测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按钮，我们点一下它。它可以在我们手机端上，你可以它就可以显示我们手机端或者电脑端，在左上角这里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看我们手机端的一个显示的我们手机端显示的一个效果。我们拉最顶上，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白天黑夜，我们点一下它你看当我们的网址导航站就是在晚上它这个主题的颜色它会自动切换，根据我们的时间进行一个自动切换。那我们这个导航站这个文字的话，它就会变成白色。那我们再点一下变成白天，你看它的文字信息，这个的话就是变成一个黑色。所以说刚才我们在设置主题的时候，它要叫我们上传2个 logo 这个的用处就会这样非常非常的方便。手机上的话看起来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点击左上角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一些分类。比如说我的一个主机服务器它会跳转到我们相关的一个位置。点击这里有个向上，它会回到我们最顶部。我们点击右边这个叉可以关掉回到我们这个电脑端。点击右下角，我们可以改成一个日间模式这个模式的话，我们可以自己进行一个切换，非常的方便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就是我们的颜色和样式。颜色样式的话，就是我们的主题你需要什么主题，这里你可以选默认你这个网站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我默认要改成一个黑色，但是的话这种因为我们刚才下面设置主题切换，根据系统自动切换，也就是它会根据一个时间的自动切换。这里头你可以改成一个手动模式。手动模式的话，你上面就可以选你想要黑色白色可以。我建议大家的话就根据这个系统自动切换就可以了。上面的话无所谓，因为它系统会根据时间自动来帮我们切换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布局你想要你的一个导航显示在左边或者是右边，那大家可以来设置一下再给比如说点击右键，点击这里有个监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顶部的话，这里的话我们这个导航3个杠在我们的左边，那你可以设置成比如说显示到右边也可以比如说我这里点击一个保存配置，我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它会跳转到我们的右边。我们刚才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设置，弄好以后一定要点一下这个保存配置。我们再往下面看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我们首页的一个宽度。比如说我们把这里改成一个1000点击一下保存配置，我刷新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这个宽度是不是中间这个就变窄了，这个变窄了感觉不是很好看，我还是觉得把它变成原来的1900比较好。好，变成1900，再刷新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它会拉满我们整个屏幕。边上也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宽度，比如说它默认的话是220，如果你给它改成一个比如说120，保存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左边的话它就会变窄，对吧？非常的简单，
这些我觉得这些小的地方大家不用改它。我们再看下面一些基础的一些设置。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顶部的一个登录按钮。那顶部登录按钮的话，大概就是这个地方，右上角这个登录。那大家的话可以在这里，比如说登录啊、注册账号啊等等都可以。这里的话，你可以把你的网站设成一个多语言，比如说你可以设成英文、日文、法文。但是在做这个之前的话，你需要在你的电脑上安装一个多语言插件，比如说Polylang 啊这个插件装上以后的话，再进行一个设置好以后，再把这个多语言启用。站点评论就是你的网站评论要不要打开，这里可以打开。这个功能的话，我觉得非常有用。首页的话可以屏蔽一些已经失效的链接，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网站里面你做的某一个网站，它的网站已经关了，已经打不开了，这个时候你把这个功能启用以后，它会自动的就把那个网站给屏蔽掉，它不会显示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来。这个内容显示权限的话，建议大家把它关掉。那如果说你上面开启了的话，可能有时候因为你的网站既然要给大家访问，那这里的话就把它选择一个关闭就可以了，所有人都可以看你网站上面的内容。这里有个迷你侧边栏，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比如说我这里启用一下保存配置，左边这里它就会更改一下，刷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就是把我们刚才有的话已经收起来了，那你需要点一下它放在上面，它才会显示对应的一个名字。我建议大家的话把这个禁用一下。如果你想让你的网站简洁一点，你也可以把它收起来也没有问题。我们再往下面拉，这里有个启用友情链接，如果你觉得必要的话，你可以把它启动，启动以后保存以后的话，我们首页刷新一下，拉到最底部，这里的话就有一个友情链接。那如果说你和其他网站要交换链接的话，那你可以把它们链接的话放到这个位置，如果不需要的话，那你可以把这个关闭掉就可以了。保存一下设置。这里有个工具叫做本地化外联图片，那这个有什么用呢？比如说，如果说你从其他网站里面，呢复制了一下，肯定你会复制一下你把它这个图片可能会同时复制下来。复制下来以后的话，它会自动把这张照片保存到你的服务器里面。就是这样一个功能，那大家的话可以把这个开起来，你不用手动的进行一个保存它会自动进行一个存储非常的方便。再看下面有一个首页设置，首页设置的话可以对我们的首页的话进行一些布局，比如说网址板块的话，弹出消息是显示简介、显示链接，或者说显示二维码。有风这个网站我选择的是显示一个简介，比如说你鼠标放在上面，它会显示对应的一个网址栏的一个简介。如果你改成一个显示链接，那你保存一下，我们首页刷新一下，你放在上面以后，你看它就会显示链接了，它就不是显示的一个简介。那我个人的话比较喜欢用这种显示简介的一个形式。如果说你什么都不显示，1.5就可以了。是首页分类下面的一个内容显示数量，就是说每一个区块你最多显示多少个网址，比如说我设的30，这个地方的话最多的话能装30个，超过30个以后的话，你就需要点击右上角这个 More， 那你才可以查看全部。更多按钮这个文案的一个信息，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它默认的话显示是一个英文，那么可以改成一个查看更多保存一下，保存以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可以看到这边刚才的英文的话它已经变成一个中文了，点击查更多会显示我们的全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首页的分类的排序，也就是说我们里面这些网站你想让他们怎么样进行一个排序它这里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你可以根据你的 ID 或者根据你的修改时间，或者说根据大家的一个查看次数来进行一个排序。我个人的话，我选的是这个自定义排序。自定义排序它是怎么样排序的？比如说来到我们这个网址，这里有个所有网址，我们先来筛选一下。比如说我先这里目录这里我先筛选一下，比如说我只查看这个 AI 视频工具，点击一个筛选。筛选以后的话，它就只会显示我们这个分类下面的一些网站。我们可以我这个 VSUB， 我点击左边这里有个 AI 视频工具，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VSUB 的话，它是排在第一个的。如果说我想让它排到我们的最后一个，怎么样设置呢？
我直接，比如说我想让它排到第2个，那怎么样设置呢？我们直接来到这边，直接把它拖一下，按着鼠标不动，拖一下它就可以了。你看，它就会跑到第2个来。我们再来刷新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变成第2个了啊。所以说这里面的话，我们都可以手动拖动来进行一个排序，直接拖动就行了。这个地方的话，一定要选择自定义排序，就可以进行一个自定义拖动。这个图标就是我们首页这些网址的图标。如果说你想统一成一种，你就把这个打开就可以了。下面的话保持默认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有个首页头部。我们的顶部的话，你可以来进行一下设置。顶部你想要怎么样显示啊，都在这地方进行设置。那你的顶部的话，你想显示什么样的内容，那你都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些设置。比如说文章轮播模块，你想让它不显示，那我把它拉过来禁用掉就可以了。禁用下面的所有的它都不会显示。你看我禁用以后，我顶部上面的文章点击一下保存更改，再来刷新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顶部上面的文章是不是就消失了？你哪些东西要启用，你把它拖过来。比如说我们来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这个内容区域它又回来了。下面2个因为我没设置，它就不启用我只要一个文章轮播。那这里面的话是可以写文章的，因为我们这个是用 WordPress 搭建的。怎么样写文章呢？很简单，那大家直接点击左边这个文章，这里写文章就可以了。写好文章以后它就可以你可以让文章出现在你的最顶部。好，设好以后记得点一下保存。再看一下首页内容这个区域，首页内容你可以比如说公告，你可以把它启用一下。比如说我保存一下，我们看一下公告的话，它会长什么样。启用公告，这里的话显示公告的话，你一定要打开公告数量，你这里你显示几条也可以。公告图片公告页的一个图片，我们来保存一下看一下。启用公告以后，我们首页的话会长什么样？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多了一个这个像喇叭这样的信息。那这里面公告内容的话，我们可以进行编辑，比如说你网站的一些信息里面都可以填。那这个的话有风是没用的，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这里有个自定义网址，就是我的导航。有时候你做的这个网址导航，对于访客来说，它可能不是他想要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自定义网址这个可以启用开。我们点击一下保存。那我们再来首页给大家看一下它会长什么样。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我的导航，就是访客他可以自己点击右边这个编辑，那他可以自己然后点击这个加号来增加一下他觉得他自己有用的一些网站这样的话非常的个性化大家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用，大家可以把这个启用一下。那我这个网站的话我是没有启用的，我是把它禁用了。那首页的话有热门网址你可以启用一下，它会根据比如说你这个点的人的多少它会直接显示出来热门网址，比如说根据查看次数，根据评论数，这些都可以。那我保存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热门网址或者最新网址。热门网址就是刚刚这些网址可能点的人比较多它会显示到这里。最新网址它会显示到最新网址，这个有时候还是有点用，大家可以把它留下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搜索设置。在搜索设置的话，你可以显示，比如说我这里默认位置，你的搜索词的话，用百度、用 Google 都可以。它的布局样式你可以选一个比如说我来用这个试一下，点击保存更改，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顶部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搜索框大家的话可以进行一个站内的搜索，或者说直接百度搜索点击一下搜索，它会直接跳转到百度搜索非常的方便。也可以进行一个站内的搜索，比如说我在站内搜索一个 AI， 点击搜索，它会把所有 AI 相关的一些都帮我们显示出来。还可以进行淘宝搜索、必应搜索都可以。那默认的搜索引擎你都可以改一下。搜索比如说它显示到我们的样式的话，比如说我换一个样式，我换成第2种样式，保存一下。我再来看一下，我们换一种这种搜索的样式你可以看到这种的话显示的这种样式就是我们最顶部。这个看起来的话有点鲜艳，是吧？这个看起来也是可以的。我们在最顶部加一个搜索框，搜索框你看这里面的颜色的话，我们都可以来自定义。比如说背景颜色，我可以改成一个灰色吧。3个颜色的话，我都需要，比如说灰一点点，不要太艳丽了。好，点击一个保存配置，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看这次的话，我们背景的话就稍微变成灰一点点的啊。你可以这种颜色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调，或者说你改成一个没有背景也可以。没有背景的话，可能没有背景的话就是这样子，简简单单的也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说你自定义背景换成你喜欢的背景，或者用必应的每日图片，它随机帮我们加一个也可以。我们保存一下，比如说用照片随机帮我们来一张 ，OK， 你看这里也是可以的，因为它会自动调用必应里面的一些照片，刷新一次它可能会有所变化。你每刷新一次，它上面的话都会进行一个变化，这个看起来还是非常有意思。比如说加个特效也是可以的，特效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特效啊，我们可以比如说随机，你也可以自己选一个，比如说我来个随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顶部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效，是这样一个特效，你看背景的话这种感觉还比较有科技感的一个特效。3点线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什么效果，我们刷新一下。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一个线条。总之，这个背景千变万化，大家可以去设置一下。那如果说你觉得有必要把上面的显示出来，大家可以在这里来设置一下。如果你不需要上面的搜索框的话，你在这里的话把这里关掉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文章的博客的一些设置，比如说你博客页的话，你想以怎样的形式进行一个展现？那比如说文章这里的话，你可以写文章。因为有风之前的话，文章已经写好了啊，随便点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我点击查看。大家写文章很简单，点击左上角写文章就可以了。写好以后都会显示在这里面啊，这个是它默认的，比如说文章的一种结构形式。这是文章，文章的话这里面有个相关文章，相关文章的话拉到我们下面最底部。它会帮我们自动推荐一些其他的文章。如果你不想开，你把它关掉了，最底部它就不会显示了。我建议大家把这个开起来。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址设置。在网址设置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首页显示的这个网址的形式。比如说我选的这种，我保存一下，我刷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就变成这种形式了。它一共的话有3种形式，比如说还有第一种的话可能图标比较大。给大家看一下，这种的话图标的话就感觉会大很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你可以去选择展示哪一种。有风的话比较喜欢中间这个。看下面这 SU 这个地方，这个东西比较重点，就是我们的网站的站点地图。那我们这个把它启用一下。站点地图的话，就是有一个好处，就可以让我们的搜索引擎，比如说百度或者 Google， 他们在收录我们网站的时候会更方便一些。建议大家的话把这个开起来，在上面启用就可以了。在这里的话，你启用好以后，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站点地图大概的话长什么形式。这个就是我们站点地图的一个 XML 文件。这里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其他功能就是你的网站要不要显示天气预报的一个工具。这个一言大家可以打开一下。可以每天的话给大家推送一个名言名句你看右上角这里每天你刷新一次，它上面的话都会变一下。这些小东西，他们这个程序还是做的非常的好，非常的细心。大家有必要的话就把它留下，没必要就是关掉就可以了。在下面看这里有个轮播广告，弹窗轮播。你的网站的话，你还可以设置一个弹窗广告，但弹窗广告有时候有点烦人，大家有用的话才可以去设置一下。比如说弹窗广告只在首页显示等等，可以启用一下。你的弹窗的图片你可以加进来一张点击保存就可以了。这个的话我是不怎么喜欢，所以说我这个一般都是禁用的弹窗广告。首页的广告位呢，你可以开启一下，比如说首页顶部的广告位。当你的网站做大以后，可能有一些品牌，它可能你可以把你的广告位的话出租卖出去，首页可以插一个，首页网址上方的话可以插一个广告位，还有一个友情链接上方可以插一个，底部的话可以插一个广告位。我们保存一下配置给大家看一下。当你的网站流量足够大的时候，那这些广告位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卖出去。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广告位你可以拿来卖钱，这里有个广告位可以拿来卖，可以出租出去。最底部这里有个广告位，那这里有几个广告位，这就是我们做大有流量以后挣钱的一些渠道这个程序的话已经帮我们想好了，非常的方便。那不需要的话，刚开始没有的话，你可以先把这些都关掉就可以了。还有文章类的话，也可以放广告。比如说我们正文的标题的下方有个广告位，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随便打开一篇我们的文章来看一下，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广告位。我们这个网站里面可以投放很多广告位，但一个广告位，比如说你收500，那你有8个广告位的话，500你就可以收4000。有流量以后，这些都可以拿来挣钱啊。暂时没有的话，你把它关掉就可以了。底部我们的文章的底部也可以插广告位啊，等等。能插广告位，评论上方啊，下载弹出广告位啊，广告位很多啊，只要你能想到的位置的话，以为主题的话已经帮我们想好了啊。然后我们看一下用户安全，用户安全的话就可以启用一下用户中心。那当然，有人注册你的网站以后的话，它就有一个个人的一个用户中心，大家有必要的话可以去启用一下。不过我有风这个网站我是关闭的，因为我不需要别人来注册我这个网站，我只是一个网址的一个展现。你的网站可以通过哪些形式登录？比如说可以通过 QQ、微博、微信登录，这些的话你都可以把它开起来。再来看一下商城设置，商城设置的话，你这个网站还可以来销售一些东西，但是在之前的话，你必须要配置一下它这个支付接口。接口，比如说你是用支付宝收款、微信收款等等，这些的话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去来设置一下。来到我们的页脚设置，页脚的话就是我们网站的最底部。最底部的话，左边可以设置一下你的网站介绍，右边的话可以放一些简单的一些网址都可以。那页脚设置的话，这里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的备案号填进来，统计代码，你的网站的如果有统计代码，你可以填到这个地方来。底部的一个布局形式，这里有2种，大家可以选一下。比如说板块1，板块1的话，我写的是这个地方，我显示了个 logo， 还有我的网站简介，填到这里来就可以了。板块2就是我们中间这些链接，你把它填到中间这个位置就可以了。或者说你直接选择一个菜单就可以了，选择菜单你就不用自定义里面这些内容，它直接这里有个增加代码。如果说你需要自定义你网站的一些 CSS 样式，那你可以直接在里面来添加如果说你不懂代码的话，大家的话就不用管它，忽略在里面就可以了。如果你稍微懂一点技术，那你可以来制定一些代码，就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个板块叫做今日热榜，今日热榜的话需要一维的 API 激活码。当你购买一维的一个主题以后，它会赠送你这个激活码。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维热榜 API， 我们可以激活码，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复制一下，复制好以后，我们来这里粘贴进来。购买主题的话，它会免费赠送你1年，把这里启用，我们都把这里启用一下。好，启用以后，我们点击右上角保存。B 站的一些热点等等都可以显示出来，大家可以设置一下。那如果说你在设置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那建议大家的话可以来到这个一维的右边，还有个 QQ， 你可以联系一下他们的技术一般的话他们都24小时以内都会帮你解决好。总之，有任何关于这个主题的问题，都可以联系一下他们客服，他们才是专业的。最后的话就是一个备份。当你的设置全部设好以后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备份当前的所有配置。万一比如说你后面原有哪个地方点错了，你可以恢复一下你当前的所有设置。这个就是我们后台一维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设置。比如说左边这个门户网站或者搜索引擎，这里面的一些你不需要了，你不需要这个分类了，那也很简单，你直接把它删掉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来到网址，然后这里有个网址分类，比如说选择和我们刚才设的这2个，这2个我不需要了，我这里有个删除，把它勾起来，点击一下应用就可以了。删除好以后，我们再来首页，我们来看一下。删除以后，我们刚才设置的分类的话，它就自动消失了。那如果说里面的所有网址你觉得哪个你不需要，同样的勾上它，这里把它移动到回收站，删除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当然里面还有一些 APP 书籍隐私这些的话都可以的设置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多去研究一下。最后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首页的话，大概最终的话就会显示成这种效果。希望今天有风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有所启发。本期用到的所有工具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